未来的硬件还会有一个革命现在还没有开始。但是今天的手机其实不太适合中级的大模型，中级的大模型应该是不只是一个问答，而且是委托。我跟他说我太太明天生日，他马上就说 OK 帮你订了蛋糕和花，这才是一个聪明的委托式的用户体验。但是刚才这一句话，如果我要把手机打开 Siri， 然后跟他讲，然后看他的答案，我已经浪费了40秒钟的时间了。如果就在我跟你讲话的过程中，他随时在听懂了我，然后就把事情干了，然后能够在合适的时候告知我，就省了我时间，而且能够高效的执行，就不需要你给他布置任务，他能够主动推测到你想干嘛，这是最好的。我主动布置任务也行，但是我不要把手机打开再开 APP，再去选什么调键盘什么的。对，就是我每天在讲话，我一讲他就听到了就做了，是委托式。还有一些例子我可能都不需要讲，他就知道应该做比如说我前3年都给太太买了鲜花，今年他就说，哎，明天你太太生日，帮你买鲜花了。这个过程他需要一个设备，这个设备可能是随身携带，而且always listening, always on， 一直是开着，一直在听，它才能做到这样的无缝的一个衔接。那这样的一个 device， 其实应该是由苹果来做的。它如果做到这个 device， 那这就是终极的智能助理了。因为以后我做的95%的事情都是经过它来做，所以以后也没什么电商了也没什么 App Store，也没什么手机了，因为我没有应用了，我只要跟他讲我一些需要的事情，他就帮我干了。少数的东西我还是要打开一个什么一个软件，毕竟还要看新闻，要看视频，听歌，那对，还是得有一个介质啊。就我非常同意你刚才说的苹果的产品现在它不是一个 AI first 的产品，它是上一个时代的产品，交互不是那么的方便。对，但是哪怕进入到 AGI 时代，AI first 的产品都普及了，那仍然需要一个交互介质。还有什么介质比手机更方便呢？如果说是我委托任务，他就把活给干了，那它可以是耳环、项链、手表、戒指，95%我想做的任务，我一句话他就帮我干了。那有些东西我需要看的，比如说我要看今天股市怎么样，或者我要看个视频，那当然你还是需要手机。对，那就像我们手机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把我们的 PC 丢掉，对，所以我们在办公室还是用 PC 不用手机，但是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我们就用手机了。所以以后可能也是，当我委托任务的时候，我就什么设备都不要，我就讲，他就随时听着。但是当我不是在做任务委托的时候，而是在自己要看一个东西或者要处理一个东西的时候，那时候我才会把手机或电脑拿出来。所以电脑、手机都会在，但是我也许很多的时候都不需要。我们期待这种介质啊。其实智能手机它之所以了不起，就是它集成了各种常用的功能。曾经比如说像 iPod 是这个火爆一时，后来被集成到了 iPhone 里，iPod 就没有了。那您刚才讲的耳环、眼镜、项链，那我想一个人他不可能带那么多东西吧？好，就带一个吧。我们先因为现在最近这个眼镜也蛮火嘛。对。假设我们都搞一个眼镜，眼镜里头有摄像头，有这个speaker， 有这个microphone，所以我讲的话他都能听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它就是 always on always listening。所以我有这个眼镜的前提之下，我如果要跟他去说今天要买什么东西，我是不需要打开手机的，或者是要帮我订餐，或者是就是所有我跟我的助理会讲的话，这个眼镜都能处理。因为我跟我的助理一般就是讲话。对然后很多比如说你要买卖股票或者是要订票什么的，这个眼镜就可能成为你的助理。那是你要看一个视频，是你要刷抖音的时候才把手机打开来。这两个的比例是80-20还是20-80，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我觉得最终极的状态应该是很多你要做的任务，他用这个眼镜就可以处理。其实我们讨论的不是一个新话题啊，10年前就在讨论谁能取代智能手机。当时我记得那个Amazon 的那个 Alexa 那个音箱是一个热门的候选人。以后的候选人还有手环呀，但是这些通通的没有取代智能手机。没错。对，所以但是我完全同意，交互方式一定会变成更自然的、更方便。这个事情不容易达到，我同意非常困难。当年我还在苹果的时候，我们就在推测什么能取代PC。第一套做的应该是用笔来处理的 Pad。当时想的不是今天的 iPad，最终然后就出来了一些 MP3跟 iPad， 然后再下面就来了 iPhone，所以其实也是摸索了很多年，从一些失败的产品到一些单一用户单一使用的像 iPad，最终才到了 iPhone。所以我们从今天的手机走向未来的这个眼镜也好，手表也好，不会是很轻松的。就开复老师，您是1988年进入职场的啊，那么这30-40年间，经历了若干波的技术浪潮，PC 浪潮、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浪潮、云计算浪潮，现在又到了 AI 浪潮，准确的讲 AI 2.0浪潮。那么每一次浪潮，其实你只要抓住了，
就会成为行业巨头。但往往你抓住上一波的巨头，往往会错过下一波。那您有没有见过没有错过任何一次浪潮的公司？我觉得微软是比较接近的，它是错过了一些移动的浪潮，但是后来补课又补回来了。微软应该是最接近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可能都想的是软件公司，其实硬件公司也是一样的。PC 时代是 Intel 的时代，然后移动时代是高通的时代，然后现在AI 时代是英伟达的时代。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可避免的就是每一次科技浪潮都会因为新的技术的认知和领先度带来新的领军的公司，还有一些旧的公司，它因为陈旧的方法，或者是不愿意放弃过去的形成的商业模式和利益，错过了新的浪潮。所以我觉得被替换是高概率事件。生成式 AI 这波浪潮诞生了2个巨头，英伟达和 OpenAI。就 OpenAI 可能更准确一点，因为英伟达之前已经挺牛的了。是。那么 OpenAI 之外，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再来一个类似的巨头呢？我觉得会有很多巨头出生的。也许没有 OpenAI 那么大。我觉得 OpenAI 应该是往一个1万亿的市值去冲。对，它一旦上市，应该估值过1万亿美元的市值去冲。但是我觉得，今天每一个应用都要被重写，所以每一个重写应用的公司，那一个取代 Microsoft Office 的公司，取代 Adobe 的公司，取代这个手机的那个硬件产品公司，取代 Google 的一个搜索公司，这些可能都是1000亿美元的公司，还有前所未有的产品，比如说智能体，比如说多模态，比如说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些产生的公司都是前所未有的，可能更像一个 Tesla。Tesla 本来电子车这个是一个不存在的一个产品，但是突然就杀出来了。那今天的这个具身智能可能也会是杀出来的，而且这些市场都是超级巨大的。我相信10年以后，最有价值的10家公司，应该全部都跟生成式 AI 相关。有些可能是现在的巨头，生成式 AI 赋能变得更厉害了。有些可能是开发了某一个很厉害的应用，然后不断的延伸，做成一个多产品的矩阵。有些可能是找到了一个生成式 AI 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做了一个过去不存在的产品。就像今天前10名很多都是10年前还不太知名的公司，而且我也可以很确定的说，10年后最值钱的10个公司，他们的总市值会比今天的高非常多倍。很令人振奋。那在位的巨头中，您觉得谁比较危险我觉得 Google 是相当危险的。哇，拿了这么好的牌，怎么打得这么差？但是核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它没有办法放弃它的核心收入，就是广告的收入。搜索广告。对，无论是用户更多的把搜索移到了 ChatGPT 去问，还是新的搜索产品像 Perplexity 挑战它，最终它今天面临的两难，自己把自己的命给割了，然后收入全部没有了，还是等着别人一刀一刀的割他的肉。这2个未来的选项都是很不好的。虽然哈萨比斯拿了诺贝尔化学奖，也不能改变您对 Google 的悲观看法。对，因为这个 innovators dilemma 真的很严重。过去比如说柯达，他就是为了他的胶片，不愿意去推数码相机，那最后他发明的数码相机被别人拿去先做出来，把自己的命给割了。所以希望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对话。我觉得他们心里是知道这个担忧的 ，Google 的管理层是很担忧的。但是也没办法，是吧？太庞大惯性了，是吧？对，这个不是壮士断腕了，这个等壮士要把4肢都切了，才可能有重生的机会。但是4肢都切了，怎么重生呢？苹果其实机会和风险都很大。以后随着每一个设备越来越多的是用自然用户界面，那就会经过一个第三方的引擎。那这个引擎刚开始可能是一个问答，一个聊天机器人，之后可能就变成搜索，再之后可能就是一个委托式的用户体验，然后就开始帮你干活，智能体，最后你可能整个苹果手机就被它take over 了。这个风险是特别巨大的因为苹果今天最值钱的就是用户的，而且非常值钱的世界上这么多用户，他的眼睛跟手是在他的手机上的，而且是不经过别人，他可以掌控。以后如果说整个手机的体验变成一个讲话委托式，那可能就会绕过了各种苹果的今天的核心的优势。对而且他可能把这个放弃了以后，它的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就会坍塌。所以我觉得苹果现在特别需要振作起来，拥有自己的技术，然后能够整合到苹果手机里面。几十年的技术浪潮它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但不幸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的不平等也在扩大。1989年您博士毕业的第2年，
美国最富的1%的人占有全美财富的23.5%。2021年这个数字到了32.2%，就是说1%的人占有全社会1/3的财富，而且这个趋势还在扩大。对，那您觉得 AI 浪潮是不是会进一步的扩大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呢？首先，AI 浪潮会带给每一个人机会去做前所未有的尝试。就像Sam Altman 说过，他认为会有第一家一个人做出来的10亿美元的公司，所以它的机会是存在的。但是直接回答你的问题，贫富的差距肯定会继续的增加，肯定会增加。那除非政府出来阻止这个事情，就是说把赚钱赚的特别多的人去收税，然后来去分给其他的人。在美国也有一些国会议员是提倡超级有钱人的一个特殊的税，这是一个可能的措施。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类措施出现的话，一方面 AI 的赢家肯定赚的钱会比移动互联网多，另外一方面很多人会因为 AI 失去工作，会有相当多的越来越多的重复性工作的，尤其是白领会面临失业。对，在比尔盖茨第一次登上世界首富的位置的时候，他的财富是以100亿美元计量的。那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都是以1000亿美元来计量。对，那在 AI 时代是不是甚至到1万亿美元最富的人？应该是。哇。